科學家越研究地球，越觉得一件事不太对劲，這個星球實在太剛好了，剛好擁有液態海洋，剛好擁有穩定的大氣，剛好擁有可以保護生命的磁場，甚至連月球的大小、地球自轉的速度、太陽的位置都像被精密計算過一樣。只要其中任何一個條件稍微偏差一點，今天的人類可能根本不會存在。而更詭異的是，直到今天，人類仍然沒有在宇宙中找到第二顆真正意義上的地球。宇宙裡有數萬億顆行星，但至少目前，只有這裡誕生了會思考宇宙的生命。今天，我們就來聊聊關於地球的3個驚人事實，這你一定要知道。第一個驚人事實，地球其實一直在保護你。很多人覺得太陽是生命之源，但如果你真的了解太陽，你可能會開始害怕它。NASA 長期觀測發現，太陽每時每刻都在向宇宙噴射高能帶電粒子，也就是太陽風。嚴重時還會爆發太陽耀斑和日冕物質拋射，那些東西一旦直接衝擊地球，足以摧毀衛星、電網、導航系統，甚至影響整個現代文明。但奇怪的是，人類文明直到今天依然穩定存在，原因只有一個：地球擁有磁場。你可以把地球想象成一個巨大的磁鐵，在地下大約2900公里深處，存在一層溫度高達數千攝氏度的液態外核，裡面主要是鐵和鎳。這些熾熱金屬不斷翻湧，再加上地球自轉，最終形成了覆蓋整個星球的磁場。這個系統被稱為地磁發電機，而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替地球擋住太陽風。當那些高能粒子撲向地球時，大部分都會被磁場偏轉，否則大氣層會被一點點剝離，地表會長期暴露在強輻射下。換句話說，今天的人類文明其實一直生活在一層看不見的護盾下面，而火星很可能就是失去護盾後的樣子。科學家認為，早期火星可能也擁有液態水和更濃厚的大氣層，但後來火星內部冷卻過快，全球磁場逐漸消失，失去磁場保護後，太陽風開始直接沖刷火星大氣。幾十億年後，火星變成了今天這個寒冷、乾燥、充滿輻射的世界。某種意義上，火星或許正在向人類展示，一顆星球失去磁場後會發生什麼。但更讓科學家不安的是，地球磁场其實並不穩定。地質學家通過岩石中的磁性記錄發現，地球歷史上已經發生過數百次磁极翻轉。也就是說，今天指南針指向北方，未来某一天可能會反過来。最近一次大型磁极倒轉發生在大約78萬年前，被稱為布荣松山反轉。而最近這些年，科學家發現地球磁场正在減弱，尤其是在南大西洋上空出現了一個異常區域，被稱為南大西洋異常區。這裡的磁場強度明顯偏低，甚至已經開始影響部分衛星運行。有些科學家懷疑，這可能是下一次磁極翻轉的前兆。當然，目前還沒有證據證明磁極馬上會翻轉。但如果未來真的發生，現代文明可能會遭遇巨大挑戰，因為人類社會遠比想象中脆弱。衛星、導航、電網、通信、互聯網，這些維持現代世界運轉的系統，本質上都依賴地球周圍穩定的空間環境。有時候你會發現，人類文明看起來無比強大，可實際上，它可能只是被地球默默保護了幾十萬年。第二個驚人事實，地球其實是活的。當然，我不是說地球擁有生命，而是說它一直在運動。很多人小時候學地理會覺得大陸是固定不動的，但現實是，你腳下的大地其實一直在漂移。科學家通過 GPS 長期觀測發現，地球板塊每年都會移動幾厘米。聽起來不多，但幾千萬年累積下來，足夠徹底改寫整個世界地圖。比如印度板塊，大約5000萬年前，它高速撞向歐亞大陸，最終硬生生撞出了喜馬拉雅山。而直到今天，珠穆朗瑪峰依然還在繼續升高。為什麼地球會這樣？因為地球內部並不是冷的，在地球地下深處，那些溫度高達數千攝氏度的岩漿仍然在緩慢翻湧。一部分熱量來自46億年前地球形成時殘留的原始熱量，另一部分則來自放射性元素衰變。這些熱量會驅動地幔緩慢流動，最終推動整個地殼板塊運動。而火山、地震、海溝、山脈、大陸漂移，幾乎整個地球表面的巨大變化都來自這裡。甚至可以說，沒有板塊運動，
就沒有今天的生命世界，因為板塊運動還能長期調節地球氣候。火山會釋放二氧化碳，而岩石風化又會吸收二氧化碳。這套持續數億年的循環機制，幫助地球維持相對穩定的溫度。否則，地球可能會變成另一個金星，而金星可能是太陽系裡最恐怖的星球之一。它和地球大小接近，質量接近，甚至一度被稱為地球的孿生姐妹。可結果，一個誕生了生命，另一個卻變成了煉獄。金星表面溫度大約460攝氏度，足夠融化鉛。那裡擁有極端濃厚的大氣層，表面壓力高得驚人。如果人類站在金星表面，可能瞬間就會死亡。直到今天，科學家仍然沒有完全搞明白，為什麼兩顆如此相似的行星會走向完全不同的命運。但越來越多研究認為，板塊運動很可能是關鍵差別之一，因為地球擁有活躍地質活動，可以長期穩定調節氣候，而金星似乎失控了。也就是說，你今天能安靜坐着刷視頻，很可能和地球地下幾千公里深處那些滾燙岩漿的流動有關，是不是有點不可思議？第三個驚人事實，地球也許真的獨一無二。這個問題越研究越讓人頭皮發麻，因為科學家發現，地球適合生命存在的條件苛刻得近乎離譜。首先是距離，地球距離太陽大約 1.5 億公里，這個位置剛好處於所謂的宜居帶。如果再靠近太陽一些，海洋可能會蒸發；如果再遠一點，全球又可能被凍結。接着是月球，很多人低估了月球的重要性。實際上，月球很可能一直在穩定地球自轉軸。如果沒有月球，地球自轉軸可能會劇烈搖擺。今天北極朝這邊，幾萬年後又偏向另一邊。結果就是全球氣候會變得極度混亂，生命演化難度也會大幅提升。而且月球還製造潮汐，有理論認為，早期潮汐環境可能推動了生命從海洋走向陸地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沒有月球，今天的人類也許根本不會出現。而更詭異的是，月球相對於地球來說大得異常，在太陽系裡，這種比例非常罕見。甚至有科學家認為，地月系統更像雙行星。接着是木星。很多人覺得木星離我們太遠，和地球沒什麼關係，但實際上，它可能一直在替地球擋災。木星質量巨大，引力極強，會吸引大量彗星和小行星。1994年，蘇梅克列維9號彗星撞上木星時，爆炸威力極其驚人。科學家後來推測，如果類似撞擊發生在地球，後果可能是全球級災難。某種意義上，木星像太陽系裡的保安。當然，也有研究認為，木星有時候反而會把部分小天體引向內太陽系。但至少可以確定一點，太陽系現在的結構對地球生命演化影響極大，甚至連銀河系的位置也剛剛好。銀河系中心附近恆星過於密集，超新星爆發頻繁，輻射環境危險。銀河系邊緣重元素又太少，不利於形成類地行星，而太陽系恰好位於一個相對安全的區域。這個區域被一些科學家稱為银河宜居帶。你會發現，地球能誕生生命需要太多條件同時滿足：恆星合適、軌道合適、溫度合適、磁場合適、大氣合適、板塊運動合適，甚至連月球、木星以及銀河系位置都像被安排好了一樣。任何一個條件稍微變化，今天的你可能根本不會存在。而真正震撼的其實還不是這些。真正震撼的是，直到今天，人類仍然沒有找到第二顆真正意義上的地球。宇宙裡有數千億顆恆星，數萬億顆行星，可至少目前只有這裡誕生了會仰望星空、研究宇宙、思考自己從哪裡來的生命。而你現在正站在這顆星球上。也許未來某一天，人類真的會離開地球，前往火星，甚至飛向更遙遠的星際空間。但至少現在，地球仍然是我們唯一的家園，而它遠比人類想象的更神秘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